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我是小编。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天才少年的故事。他10岁参加高考，13岁研究生毕业，16岁成为博士，但因为种种原因，28岁本该功成名就的他，身上却只有几千元的存款。3次人生起飞的机会，每一次都与他们失之交臂。到底是别人毁了神童，还是他毁了自己？今天我们就来一探究竟。故事还得从中国辽宁省的盘锦市说起。1995年，当地一对30多岁的夫妇老来得子，父亲给孩子取了个名字，叫做张新阳，姓名中带了2个火。之所以会取这个名字，就是希望孩子将来能够摆脱平庸，叱咤风云。在儿子只有2岁半时，仅仅花了3个多月的时间，他就认识了1000多个汉字，而且对数字和计算特别敏感。父亲就觉得儿子是个天才，便开始努力开发儿子的智力。在儿子只有5岁那年，当其他孩子还在幼儿园哭哭啼啼时，他就被送到了小学读书。从小学开始，张新阳屡屡跳级读书。在他只有10岁的时候，就报名参加了高考，也就是大学的入学考试。由于张新阳的年纪比其他考生小很多，以至于很多不知情的人都误以为这孩子也许是发育得比较慢。成绩出来后，张新阳考到了505分的成绩，他因此再次成为新闻头条，被誉为天才儿童。当时辽宁省重点本科的最低分数是530分，虽然没能考上重本，但是对于一个只有10岁的孩子来说，这个成绩可谓极其优秀。毕竟跟张新阳同龄的学生，此时都还在读着小学3、4年级。儿子被人称为天才，张新阳的父亲固然很开心，但当时有个问题，如果儿子回去复读1年，明年再参加高考，以他的学习能力，肯定能够上重点本科，甚至985高校也不在话下。周围也有人劝张新阳的父亲，你家孩子那么小，根本就不着急去读大学，回去读得1年，年龄上也不是问题，到时候估计还能考到清华北大，何乐而不为呢？也许父亲有自己的考虑，所以张新阳最终并没有复读，而是前往天津工程师范学院开始攻读数学专业。网友透露，父亲不同意儿子复读的原因是不想失去儿子10岁读大学的神童称号。进入大学后，张新阳就被学校高度重视，凭借他的名头，学校也上了热搜。由于是特殊人才，所以学校就给他专门安排了2位导师。虽然大学的课程难度更大，但对于张新阳来说都不是问题。而另外一边，为了更好地照顾儿子，他的父亲就选择了辞职陪读。在张新阳就读大3那年，他被父亲建议考研，毕竟天才少年跟普通大学似乎格格不入。在就读大3那年，张新阳的导师为他争取到了去德国读研的机会。导师认为，不管是学术水平还是培养方式，国外都要比国内好。这孩子要是能够出国深造几年再回来，那就是妥妥的大牛。至于学费问题，可以向学校申请补助，或许还能够争取到奖学金。后来德国学校方面就表示，他们愿意接受张新阳，并为他免掉学费，但他们规定学生最小的年龄得满14岁。按照张新阳当时的情况，如果要复得深造，那他需要等待1年。考虑再三之后，父亲就放弃了这个机会。他认为让孩子在这么小的年纪出国，自己实在不放心，而且国内外教学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差异，对事事未深的儿子来说都是极大的考验。在2008年，在父亲的建议下，13岁的张新阳进入了北京工业大学数学系，开始读研究生。跟以前一样，每次来到新学校，张新阳总会成为学校的明星。年龄的鸿沟和神童的光环，给他的社交带来了一定的隔阂。张新阳周围不缺少热心的同学，但他也固然存在孤独的日子。虽然在荷尔蒙的味道上，张新阳并不是很敏感，但在财富的味道上，他却似乎很有眼光。当时正在读研的张新阳要求父母在北京全款买一套房子。当时北京一套普通商品房的价格大概是200多万元人民币，但对于这个要求，父母并不赞成。
张新阳为此很生气，为了让父母同意买房，他以自己的学业要挟，如果你们不买房，那我就不参加硕士论文答辩，也不考博士。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过得更好，眼下就有一条实现名利双收的捷径，为何要放弃它呢？因为买房的事情，父子两人的矛盾是越发的激烈。因为种种原因，当时张新阳开始沉迷电脑游戏。当听到父亲说玩游戏能够玩出什么花样时，他总会顶上一句能玩成专家。有一次半夜两人吵完架之后，他的父亲就气得从北京工业大学出发，直接走路回到了河北廊坊老家，全程整整50多公里。在冷战一段时间后，父母最终妥协，在儿子答辩的最后一天，在北京买了一套房子。走进新房子那天，张新阳是非常的高兴。到了2011年，张新阳的求学生涯再次来到了新高度，他开始进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攻读博士。此时的他年仅16岁，当同龄人才刚刚进入高中，学着初等数学的内容时，张新阳就已经开始接触世界数学前沿。同时他家里还有北京房产，价值千金的北京户口也是唾手可得。可后来张新阳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居然被父母摆了一道，因为这套房子根本不是买的，而是租的。看着租房合同，他觉得晴天霹雳，为此还跟父母大吵了一架。我按照你们的要求读了那么多年书，甚至还被迫继承你们的理想，是你们想让我留在北京，可你们连套北京房子都不愿意给我买。16岁天才博士要求父母全款在北京买房，事情曝光后立即引起了热议，有人指责这位神童是有才无德，不会体谅父母，要这样的神童又有何用呢？当时有记者采访了张新阳，交谈中张新阳直接表示，父母的理想让他有点窒息，有一段时间他甚至还想过要自杀。至于买房的事情，他则认为有了北京房子、北京户口才有资格去谈恋爱。对于天才博士要求父母买房的原因，网上流传着这3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张新阳就是在报复他的父母，他觉得父母的揠苗助长让他失去了童年，在潜意识里，他对父母的苛刻存在着强烈的不满。而第二种则认为是周围环境影响了张新阳的观念。张新阳长期生活在非同龄人中，耳闻目见都是工作、房子还有户口等等。虽然只有10几岁，但张新阳早就感受到了20几岁的焦虑，像无数北漂一样，把在北京有个房子和户口视为了自己最大的奋斗愿望。而最后一种则是跟炒房有关。也许从小天资聪慧的张新阳早就分析出房价会暴涨，几年过后这200万就能够翻倍再翻倍，这种赚钱的机会岂能放过？事实也的确如此，从2008年开始到2022年，北京的房价翻了 M 个 double， 当年价值200万人民币的房子现在早已是1000万。张新阳也说过，自己博士读的专业偏向于科研，即使毕业后能够月入过万，未来面对北京一路飙涨的房价，也是只能望房兴叹。靠基本的工资收入，根本就不可能在北京买房，无论是新房还是老破小。等到自己博士毕业后，假如自己连住的地方都没有，那绕这个博士又有何用呢？但也有人认为，他父亲不买房的原因，会不会是有心无力呢？毕竟200万并不是个小数目。对此有网友分析，张新阳的父亲早年用儿子神童的身份确实赚到了一点钱，例如他有关教育孩子书籍的版权费等等。如果当时他们把天津的房子给卖了，他们家是可以全款在北京买房的，就算没法全款，付个首付还是没有问题的。而等他们回过头来想入手时，北京却已经发布了限购的政策，他们与千万财富的距离只有一步，但却是永远不可触及的一步。从2011年开始读博，在花了8年时间后的2019年，张新阳才获得了博士学位。在导师的介绍下，他前往宁夏师范学院，在那里当了2年的外聘教师。按照外人的预测，张新阳会以此作为跳板，前往一线高校任职，同时继续从事数学研究，又或者进入大企业，成为打工皇帝。然而谁也没想到的是，2021年8月时，张新阳突然选择辞职回家。回家之后，父母就多次帮他规划职业，但都被他否定了。因为这10几年来，张新阳已经受够了父母的安排。
按照他们的意愿跳级读书，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再到博士。而这一次，他决定为自己而活。不过他的新活法就比较特别，那就是摆烂跟啃老。除了偶尔出去赚点外快，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赖在家里。在张新阳这位神童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中国家庭在教育孩子问题上的通病。第一条通病就是把自己的人生还有期待强加给他们的子女。张新阳的父亲出生在农村，是1978年的大学生。在那个年代，能够考上大学的人寥寥无几，能有机会去接受大学教育的人也是百里挑一。在后来的1990年，张新阳的父亲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到了某所名牌大学商学院的 MBA， 但是因为拿不出15000的学费，只能无奈放弃。在本科毕业之后，他就从事过很多工作，比如说企业车间副主任、街道办事处的干部等等。这些职位不要说在以往，就是放到现在，听起来也是非常高大上的。但是在张新阳父亲眼里，他始终觉得自己原本可以有更好的成就，这才去报考 MBA 班，不料却以机会失之交臂。所以在他的心里，学历文凭自然是人生的一大遗憾，甚至认为不够优秀的学历才导致了自己的平庸。他不想儿子也有这样的遗憾，这才会辞掉工作，选择陪读。同时，张新阳的父母，他们2个人对北京也有深深的执念，这也是为什么他们的儿子到头来会以北京房子反噬他们。其二则是不择一切手段让子女出人头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内的教育主流依然是应试教育，想要让孩子尽快实现成功，分数是最直接的途径，也是最有力的代表。多少人从小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父母总是会告诉你，家里头你什么都不用操心，好好学习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感恩。在这样的理念下，张新阳在生活上的独立能力就非常差。与此同时，他父母的职业就注定会给他的成长增加压抑。他的母亲是个教师，往往会习惯性将职业期待带入到家教中。他认为，我是老师，那我的孩子就必须学习好。普通家庭也许只需要搞好成绩分数，可是富裕家庭的孩子往往还有其他杂七杂八的指标。他们从小需要参加各种兴趣班，却很少能够建立真正的热爱。艺术爱好是一门陶冶情操的美学，如果学他们仅仅是为了满足父母的期待，那就和初衷完全背道而驰。最后一条，很多中国家长认为，只要我让孩子跑得比别人早，那肯定就能够比别人好。很多家长特别喜欢超前透支子女的可能性。张新阳的父母就制造了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假象，用欺骗的方式来让儿子一心一意提高成绩。儿子或许完成了书本和考试的内容，但是过早的学习只会透支他的想象力，让他忽略对现实的体验。但对于过早培养孩子这件事，张新阳的父亲则表示自己是老来得子，儿子在出生时，妻子已经来到了30多岁。为了要上这个孩子，夫妻2人此前吃过很多药。在儿子出生的第20个月后，托儿所的阿姨就说，这孩子一直不会说话，不会是傻了吧？所以从那时开始，自己就把精力放到了儿子智力的开发上。但即使如此，在分数上取得出众的成就后，张新阳的父母其实完全可以在智力的培养上放慢速度，开始重点打磨他们儿子的心智。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他们还是没有这样做，而是把心理年龄不健全的儿子送到了一个成年人的复杂世界。最后呢，他们的儿子只会像成年人那样，认为没有北京房子，没有北京户口，就没有资格谈恋爱。之所以会出现上面这些通病，个人认为有一方面的原因在于部分中国父母对子女关系的理解有点偏差。曾经有中国专家说过这样一番话，父母的子女也是一种消费品，是可以带来长久回报的耐用消费品，只不过周期更长而已。所以年轻人不生小孩是不对的。专家就是专家，意见永远是那么清新脱俗。他说这番话无外乎就是想提高萎靡不振的生育率，以此给经济发展补充燃料。那要知道，一个孩子从受精卵那一刻开始，到他们长大成年，再到结婚生子，这期间能够带来多少消费？作为一名专家，作为一个国家的政府，我们讨论的焦点不应该在于应不应该生孩子，
生孩子是年轻人的权利和选择，政府和社会应该做的是给他们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那言归正传，专家这些话虽然很让人讨厌，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却很好解释了在部分家长眼里子女究竟是什么。这一点跟欧美文化很不一样，在欧美人的传统价值观里，子女的生命并不是父母给的，而是上帝的馈赠，只是刚好来到了你的家庭，你应该感恩上帝给予了你一个生命和成员，让你的人生有了一段特别的经历。每个人无论年龄学员，在上帝面前都是人人平等。而欧美家庭的教育不太喜欢过多主动干预子女，等到孩子长大了，父母也不会包办孩子的人生。有些孩子到了18岁就不会跟父母住在一起，他们不会要求孩子给自己提供回报或者感恩。欧美普遍小孩的特点是从小放养，天真烂漫，而且自信活泼，但坏处就是对规则的服从度极低，在我们看来就是离经叛道，好的非常好，坏的非常坏。但是中国的小孩大部分都是千人一面，有着相似的成长经历还有思维方式，性格也非常内敛，缺乏冒险精神还有打破规则的创造力。那当然，不同国情下的社会有不一样的苦衷和发展情况，我们不要求全盘接受欧美的理念，但最起码我们应该有这个意识，并做出一点改变现状的尝试。那说回张新阳，12年前的2011年，他因为要求父母全款在北京买房，被媒体采访成为热搜。但成为热搜的感受让他很不舒服，所以在买房事件后的第2年，他就谢绝了所有媒体的采访，开始沉浸在自己的博士学业。但是在读博的几年时间里，他又经历了科研上的弯路，导致在读博第8年时才顺利毕业。2023年，就在大家快要忘记这位传奇人物时，一篇采访报道再次让他登上了头条。跟12年前16岁的张新阳不同，此时28岁的张新阳人生观念已经发生了巨变。他以前觉得成功的定义是拥有北京户口、北京房子，可是现在的张新阳却觉得时代变了，混吃等死反而能够幸福一辈子，不买房不背负房贷反而能够一身轻。当然，他口中所说的混吃等死指的是接受自己的平凡，而不是所谓的直接躺平。作为外人，我们不禁感叹，连张新阳这样的天才型人物居然也选择了接受平凡。我们到底该说是他已经想通了，还是这个社会的过度内卷还有残酷环境让你不得不放下执念？交谈中，张新阳告诉记者，自己现在身边只有几千元的存款，父母每隔2-3个月会往卡里转1万块钱。目前从事的职业没有固定工资，只是按照项目结算，最近一个项目如果落地的话，能够分到5万元人民币。而对于谈到培养后代的事情，张新阳就说会完全尊重孩子的意愿，但同时也会为他铺路，准备很多钱还有关系网。张新阳虽然表现得无欲无求，但他还是告诉记者，如果我真的需要什么，给我爸打个电话就好了，因为他们还欠我一套北京的房子，如果当时有买，到现在也应该值个1000万了。只要在这个额度内，我要多少钱都是合理的。有人说，在张新阳的命运里，曾经有过3次改变命运的机会。第一次是在10岁的时候，原本可以复读1年，然后考个985名校，但他最后却去了2本院校。第二次则是获得前往德国留学的机会，可他最后还是留在了国内。第3次则是让父母在北京买房，靠房子成为千万富翁。每一次起飞的机会似乎都被他父亲的愚蠢还有自私给拦下。这也是为何在2022年时，因为职业发展的事情，张新阳跟他的父母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他们什么都不懂，却还要指点江山。而对于儿子这28年来的历程，张新阳的父亲却表示，如果当初不开发儿子真的很可能变成傻子。但如今即使儿子躺平，那他多少也是个博士。儿子的现状虽然一般，但是他依然是匹千里马，伯乐出现那天，就是儿子腾飞那天。实际上，不管张新阳将来究竟会不会起飞，但相比较于大多数人而言，他早就已经在起飞的跑道上了。只不过此时的张新阳却变得更加的沉默。他这种沉默也许跟他的豁达有关，但也跟社会环境的变化有关。我是小渊，我们下期再见。